好，我们今天呢开始讲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工具库啊。这个工具库呢，我开发它的初衷是，就是当我面对一些个人的一些项目的时候，我需要用到一些特定的组件，但是呢，我又不想在整个项目上把源码给复制过去，所以呢，我就开发了一个这个工具库，放到 NPM 上面，然后去用这种下载的这种方式。同时呢，我写了一个简单版的这个许可证，用来做这个授权啊。比如说我针对某个公司去使用这个 Toolkit 这个工具库了。那我就可以再生成一个许可证，然后这个使用范围仅限于可以在这个许可证的这个授权范围上写上那个仅限于那个就是具体的某一个公司去使用。目前这个工具库呢，其实它的组件很少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主要的组件就这5个吧。自适应面板，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全功能版本的，这个是从我那个 TechUI 核心移植过来的，然后它有4种模式。这个的话，我之前讲那个TechUI 的时候 ，TechUI 那个框架的时候讲过所以说这个组件就不讲了。一会儿我可以演示一下我们在移动端上的它的一个表现。然后还有 3D 面板，这个的话就是从 TechUI 核心里边移植过来的一个 3D 面板组件，一会儿可以演示一下。这个是基于之前这个 3D 面板然后改造出来的一个。这个的话是针对移动端的，然后它是通过那个陀螺仪来做这个交互的。然后我们一会儿可以演示一下，就一样可以把任何的 DOM 然后改成这种。就是让它变换成一个3D 视图，然后图标组件的话，这个相当于是直接是从 TechUI Vue 3 Lite 版移植过来的一共是4个主要组件，其他的都是一些那个辅助性的。我们直接看那个页面。我这个工具库呢，它不是仅仅是可以去用到这个移动端 ，PC 端一样是可以用的当然除了这些组件之外，它还有一些内置功能，还有一些全局的公共方法等等。这些都是有的，就是我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它在那个页面当中的一个表现首先呢，就是这个 Toolkit 这个工具库呢，它不仅仅可以用于这个移动端。我目前因为是在做一个移动端项目嘛，所以我就直接拿这个移动端来做练手。比如说我们这个 Adaptive Panel 这个组件，那我们在通常写移动端的时候的话，我们在适配不同的分辨率、不同的设备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用上我这个Adaptive Panel 之后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了，我们只需要定一个特定的一个分辨率。比如说我目前好像定的是个390那我在任何的这个设备下，我都可以完美的自适应。它实际上这个原理我在那个文档里边去写了，它实际上用的是 Transform Scale 去实现的。但是呢，也不仅仅就是这么一句话，然后就能实现它。这里边有很多复杂的一个计算逻辑。比如说我们用响应的这种方式去看，它的一个适应还是非常的完美的，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移动端用到了一个就是利用陀螺仪的这么一个 3D 面板，然后浏览器是提供了一个这个模拟的一个传感器，我们可以通过拖拽它来看它的一个具体表现。实际上在手机上不会有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晃动，就是我们通常都是通常来说是这样，对，这样的一个改变。然后如果说你故意的然后左右去晃动的话，故意的这样左右的有一个晃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手机上的话操作起来要顺畅的多，然后效果也要比这个 PC 端出来的要好一些。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任何的这个元素给它做这种3D 化，效果还是挺不错的，至少是一个挺酷的一个小组件。然后我已经把它放到那个 GitHub 上了。就当时在写这个组件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想写一个简单版的一个许可证，然后就基于这个 Toolkit 这个工具库呢然后做了一下技术验证，写了一个简单版的一个许可证。这个关于这个简单版的许可证我们在另外一期视频里边讲，然后这里边的话就不讲了。大概就这些，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几个组件，实现的功能也都比较简单。第一个的话就是自适应组件 Adaptive Panel， 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 3D 面板，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About 里边有个 Panel 3D 这个链接来打开它。它和那个 APP 是在同一个项目下的，但是这个 3D 面板呢，它是通过光标来做交互的。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第一个是矩阵模式 Matrix， 第二个是蜂巢模式。蜂巢模式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个面板都朝向那个光标来做这个变形第三个是统一模式，这个单词怎么读Unity 模式，就所有的面板它的变形都是一致的。还有 Hover 模式，这个 Hover 模式是我用的最多的其他的模式我都没用起来我们关了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 Panel 3D， 另外就是图表
图表的话就是，直接把那个 TechUI Vue 3 Lite 版里边这个图表组件给挪过来的。然后也就是说，所有在 TechUI Lite 版里边的图表直接复制过来就能用。这个图表组件呢，它是基于那个 eCharts 做的一个2次分装，主要就是为了把那个配置项和数据做一个拆分开，然后还有就是和 Adaptive Panel 做的一个交互等等啊。这些的话因为在前面都讲过，所以我们在这个里边，在这个 Toolkit 这个工具库里边我们就不讲了。这个其实这个工具库里边最常用的可能就是这4个组件。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文档的话，那个因为东西就很少嘛，就主要就是这4个组件，然后还有加上一些那个比较方便的一些函数，然后文档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啊。这个开始我们就不看了，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工具库的话就是帮我在这几个项目当中点一个 star， 然后截图发给我，发到这，然后会免费可以获得1年的这个授权，这个授权可以用于商用。因为本身写这个东西也不是为了盈利，就是为了我自己方便我自己在项目上用嘛。我们所演示的这个工程呢，就是目前已经把它完整的放到这个 TechUI Toolkit 的这个 GitHub 上面了。也就是说你下载了，然后直接跑起来可以用。当然啊，如果说你不想用这个 Toolkit 的这个组件，那这些代码也是可以用的啊。就整个这个App 整个这个 H5 的这个移动端界面呢，就是你只需要把那个 TechUI Toolkit 里边相关的代码移除之后的话，就没问题可以用。但是当然了，你肯定得去写一些那个响应式布局了，因为就是移除了的话，比如说自适应面板你肯定用不了，然后还有就是这些陀螺仪交互的这个 3D 面板你也用不了，还有图表组件你需要自己去写了，就不能用这个了。但是还是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你要做一个 H5 的这种 API 界面的话，那有这个开发包的话，还是能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这个是基于整个这个开发包是基于那个Vite 加 Vue 3加 Vant 然后开发的，然后所有的这些组件的版本呢都是现在最新的版本。这个工具库呢，因为它的组件很少，然后也比较简单，所以就讲到这里，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其实在手机上的这个体验的效果是最好的。我现在录屏在这上面突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我指的是这个 3D 面板的这个效果很一般，但是你要体验这个自适应面板的话，你还是需要在 PC 上，因为手机上的话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分辨率。好，谢谢大家，拜拜。接下来的画面是手机上的录屏演示。现在呢，手机处于一个水平位置，然后通过前后左右4个方向进行倾斜，然后做出了一个变换动作。大家也可以去toolkit 点 techui 点 net 这个网站上自己通过手机打开，然后自己去体验。